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看到赵丽颖的衣衫不整，才懂鲁迅先生那句“从来如此，便对吗？”今年的春节档电影竞争激烈，电影第20条杀出重围，票房突破了16亿，现在又实现了票房逆跌，可见这部电影的质量有多高。有人不理解逆跌是什么意思，这里要着重介绍一下。逆跌这个术语是从股市传来的，电影上映后，正常来说热度会逐渐降低，每一天的票房数量和前一天相比会呈递减的趋势。逆跌就是这部电影热度越来越高，第二天的票房比第一天高，第三天的票房比第二天还高，呈现上升趋势。票房逆跌的电影一般口碑都不错，像之前的电影《长津湖》《满江红》都实现过票房逆跌。其实这部电影有现在这样不错的成绩是有迹可循的。01，张艺谋导演，赵丽颖等实力派演员参演，保障了电影质量。张艺谋导演就不用说了，他拍的电影口碑都不错。之前他只是帮陈凯歌扛机器的摄像师，但他对电影也有自己的见解，后来就转型做了导演。做了导演后，他拍摄了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《金陵13钗》，捧红了一代又一代谋女郎。同时，他还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。最近几年，已经年过古稀的他依旧活跃在幕后，拍摄的电影《满江红》《坚如磐石》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。演员赵丽颖经历了离婚、生孩子后转型成功，现在已经成为了实力派演员的代表。她曾经在采访中说道：“我是一个做事情的人。”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她想表达什么意思，就是她会好好演戏，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，只想为观众带来好的作品。她也确实做到了，这几年她几乎没有参加过综艺，整天泡在剧组里，为我们带来了《风吹半夏》《幸福到万家》等优秀的作品。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是雷佳音，在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中，他饰演出轨男陈俊生，他把陈俊生的窝囊、无奈以及复杂的心理活动演绎得十分到位。其实，今年的第20条不是他和张艺谋导演第一次合作，在张艺谋导演去年的电影《满江红》中，他就饰演奸臣秦桧，可能那个时候张艺谋就认可了他的演技，也许是为了弥补他经常演反面角色受到的伤害吧。这次张艺谋导演不但让他演了一个正面人物，还让他当了男主角。女主角是演员马丽，马丽之前是一个小品演员，经常和沈腾搭档，连着上了8年央视春晚，可见实力有多雄厚了。她作为喜剧演员自带喜感，出演的电影《夏洛特烦恼》《独行月球》等深受观众喜爱，很多人也认为她的出现为这部电影增添了喜剧色彩。有这些实力派演员的保障，这部剧的质量肯定不会有问题，所以很多人也放心大胆地走进了第20条的影厅。02，喜剧加现实主义电影，春节档必爆。春节档电影主打的就是一个合家欢，过年了，大家都想好好的放松一下，大笑一场。但是单纯的喜剧并没有吸引力，在观众看来还是过于单调，而这部电影披着喜剧的外壳，实际却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。电影的名字第20条就是取自我国真实刑法中的第20条，围绕正当防卫展开讨论。喜剧和现实主义相结合，既不会枯燥乏味，又不会单调没深度，两者结合，相得益彰，让这部电影在春节档杀出重围。03，剧情紧凑连贯，充满看点。你是一个学生，看见同学被欺负，你是选择视而不见还是拔刀相助？你是一个公交车司机，看见乘客被人骚扰，你是自保还是出手相救？你是一个丈夫，
看见妻子被别人当面凌辱，你是选择咽下这口气，还是替妻子报仇？3起事件的主角都选择了后者。第1起事件的主角是刘耀文饰演的高中生韩雨晨，他在厕所救下了被霸凌的同学，但他打的正好是教导主任的儿子，还要被拘留。他的父亲是检察官韩明，他和妻子为了让孩子上一个好大学，就搬到了城里。在遇到这件事后，他们找各种关系想解决，甚至想让孩子向他们低头。当然，最终还是正义赢了。这起事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马丽和张译的对手戏，让人啼笑皆非。张译饰演教导主任，这个角色体弱，易受伤，不管大事小事都要报警。张译被网友们称为脆皮缺钙爱报警的张主任。第2起事件是公交车司机张贵生见义勇为的故事。他在公交车上看见一位女乘客被2名男乘客骚扰，他选择出手相救，但是对方是2个壮年，他作为一个老头子，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，被2个男人群殴。张贵生称他们不注意，就拿起公交车上的灭火器砸向了其中一个人，那个人抢救无效死亡。张贵生也因此坐了几年牢。出狱后的几年间，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，一次次的骑摩托车去北京，想让法律还自己一个公道。但最终，他在最后一次去北京时出车祸去世了，只留下一个女儿。第3起事件就是大家都很关注的王永强刘文京事件了。王永强的女儿是一个聋哑人，他和妻子一直到全国各地寻医，想要治好女儿的病。医生说女儿还有救，但是需要高额的手术费。王永强一时冲动，向村霸刘文京借了钱。刘文京是村里有名的地头蛇，由于王永强一直不还钱，刘文京对王永强的妻子郝秀萍动了歪心思。刘文京用铁链把王永强拴在树上，他进屋强迫郝秀萍与自己发生了关系，把郝秀萍打得鼻青脸肿。他还对王永强说：“你还不如一条狗。”郝秀萍衣衫不整，满脸是血地看着王永强，用手语说：“我不想活了。”正常人哪能受得了这种屈辱？王永强正脱开绳索，出手打了刘文京。刘文京说：“我去车里拿刀砍死你。”王永强害怕了，于是他回家拿了剪刀，先一步刺中了刘文京，并且连刺了26刀。之后，检察官们就应该把这件事判为正当防卫还是故意伤害展开了讨论。04. 鲁迅，从来如此，便对吗？按过去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时候，或许这3起事件的主角都会被判故意伤害罪，但就像鲁迅先生说的，从来如此，便对吗？这3起事件让作为检察官的韩明和吕玲玲开始思考，案件应不应该这么判？这么做会不会寒了好人的心？法律保护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最后，韩雨晨、张贵生、王永强都被判为无罪，张贵生还被追加了见义勇为市民称号。电影中改变了欠债还钱、杀人偿命此类一向如此的惯例，正如鲁迅先生的灵魂拷问：从来如此，便对吗？做好人不应该有代价，法律的宗旨就是以人为本，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这才是这部电影最大的映射和意义，也是为何票房会逆跌的原因。你认为呢？